本节目由超级省的同程旅行独家冠名播出，出行返现金，订机票就同程。好豆奶和爱豆，本节目由银鹭植物爱豆破壁豆奶赞助播出。我形容自己就是爱玩，从容，好好，焦虑焦虑，悲观我的天啊！攀爬的我，降落伞的我，以及各种，都是曾经的我。这个是你认识的6年前的我，这个现在不是现在的我。大家的关系其实还没有那么熟。我爱你，那些都不是我，那些都是我。这一次的云南治愈之旅，换心团们选择放慢了脚步，在旅行中彼此守护，相互治愈，收获友情的疗愈。但自我探索的之路仍在继续。在繁忙的生活中，或许他们常常忽略了自己的情感和内心需求，但在这一段旅程中，他们治愈方式当然不止一种。一扇自我探索心理实验的大门，正在等待着换心团们。哇，花花路，哇，太好玩了！欢迎大家来到咖啡画室，我是今天的带领人石宇。啊，小雨你好。我是有18年的临床经验的心理医生。所以你今天看这7位患者，这个病症如何？你应该是比较严重，跟我一样。这位病友，原来大家会认为看心理老师一定是说生病了，但是现在会发现其实不是，我们是更了解自己，对，要更关注自己，然后也可以更好的跟自己相处。没错，是。其实，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会有很多感受，我们都会看这个世界，我们跟他们的连接，我们跟同伴之间的连接，但是呢，很少会花时间来关注到我们自己。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幅英国的 Blob Tree。哦，它是由英国的心理学家设计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看自己和看他人的一个测试，就是心理游戏哈。哇，那这个挺有意思。大家会看到这里面有57个小人，对，在这57个小人当中，我们要找到今天你和其他的6位成员。当你找完了以后呢，我们用颜料咖啡液把它涂成你想要的颜色。哦，大家可以试一下。好玩哎，好玩哎！开始吧。你没事吧？吓死我了！我这个笑，没有，我看到有一个，我就想到了蔡三芬。你想到是我哪个？我不告诉你。你感觉好坏呀！我也先看到了叉烧分。耶，真的吗？我有那么容易看见吗？我也看见自己。哎呦妈呀！哎呀妈！哎呀妈呀！怎么的？脑瓜疼啊，脑瓜疼。在我的心理门诊当中，我会发现问来访者一个问题非常难回答，就是说用3个形容词来反观自己，证明大家平时关注自己的时间还是相对很少。哦，真的。我形容自己就是爱玩、开心、热闹。热闹，你说的很好，典型的艺人，典型的艺人。好，到你了，到我了。坦率、接纳、从容。接纳跟从容，这个形容自己形容的太完美了。
一个是 Ada， 一个就是陶欣然，给自己的3个全部都是正向的。那我们说，如果一个人给自己的评价大部分都是完全是正向的，有2种可能，一种是我就是这样的人啊，我就是这样来形容我自己。那还有一种呢，就我们也很常见的，我并不是这种状态，但是是别人期待我的样子啊，是这样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也很容易把别人对我们的一些期待内化成为我对我自己的期待和要求。如果形容词全部都是正向的，我们应该稍微有一点警惕了，因为很有可能要么是你真实就是这样的，要么有可能是人格面具啊，太牢固了。3个词：讨好，讨好，然后呢？活着，这你咋回事？然后舒服。我很意外，就是他会用活着这种来形容，就是很少有人会用一个状态来描述。比如说活着，一定是我们的岁月的累积和我们的阅历是到一定程度了，他才会用这样的形容词来贴在自己的身上。活着的这个词是他对自己当下一种接纳的状态，所以我对他的感受整体来说就是不接纳自己的某一些状态，但是我又现在是接纳它不接纳的存在的，就是我接纳我的不接纳。然后你呢？热爱、固执、自我。挺好的。兰溪的3个形容词是热爱、固执和自我，积极的一个，中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你看，很多人会认为自我并不是一个好的词，但事实上在自我这件事情，就是你自己能先过得很好，你自己先自洽了，然后才能有力量还有能量去给旁边的人。所以说自我的这件事情在我们今天来讲应该是一个中性词，所以这样来看，我觉得兰溪对自我的评价还是蛮中肯的。然后你呢？西西，好，回答的好。想不到，对不起，算了吧。纠结、真的很纠结，思虑、真的很细虑。责任。这3个词没有一个是正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思思对自己的评价不是很高。其实我们想大部分都会理解成是负面的，说这个人太纠结了，就是太内耗了，想的太多了。我倒觉得陈思思的这个状态没有像他想象的那么不好。思思的状态他真的像在矿洞，他说出了很多对自己的真实的评价，就是他正面的看到了这个问题，其实要比我们见到的很多人状态要好。然后你呢？乐观、感性，还有一个词儿没想出来。哎呦我的妈，这帮人可真愁死了。第3个词待定，没有，因为他很坚持，就是我找不到，我宁可宁缺毋滥，宁可空着，我也不是随便贴一个。所以也能看到其实是相对比较自我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跟陈思思对比非常明显，一个是不受外界影响，一个是非常容易受外界影响。 3个词儿就是跟我一样。九郎，你没事吧？睡着了？焦虑啊，焦虑。嘿，我真没想过哎。乐观，那太纠结了。焦虑跟乐观真的是一个悲观啊！我的天啊！焦虑、乐观和悲观。但是真的是一个极端哦。这么明显的、剧烈的反差的词，在一个人身上展示出来，或者他自己给自己贴的就是这样的标签，还是比较少见的。如果给自己贴的形容词有这么明显的、剧烈的碰撞和冲突的人，其实他会有很大量的能量的在消耗。我感受当中的九郎，就跟他自己感受当中他差不太多。姐，有可能你的敏感度很好，或者是说，对方有哪一些特质是你也有的。哦，比如像九郎，我们每次到了一个聊天的地方，他就永远都是默默地坐在最边上，像极了年轻时候的小的时候的我。在他身上，我觉得就是我懂得，就我懂你，我知道你。
很多时候我们最了解的就是自己。其实有很多特质是当你内心也有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你就更容易看到。太不熟悉的领域的话，可能就无法去捕捉。所以我认为陶欣然她其实内心当中也有很多类似的冲突的东西，或者说相对立的一些成分吧。1、2、3、4、5、6、7，好，我画完了。你们还没画好啊？我居然不是最后一个，你看看，双子座的胜利。因为他是焦虑的，我有一个朋友也是焦虑的，他想东西选不了。这个过程也能看出来大家每个人的一个状态。可不可以加紧？因为老师必须要一起说。真的呀？真的，马上。好了，1、2、3，当当。Flower Tree 呢，我们来看一下它，除了它选择的人物，还要看它选择的颜色啊。像有一些人把自己画成了暖色系，他就认为我自己对自己是很接受的。那跟自己稍微有一些距离的人呢，就相对来说是可能是另外的一个色系。位置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状态。站在高处就是他很自在，很有权威感。一个相对来说是靠低的这个位置，会给人更多的安全啊这种感觉。从位置关系来讲，这个距离会比较远，可能是他们也不是很熟，相对比较近的，有可能是建立了一个很信任的关系。看哪个是我自己哈。20，那个有很多颜色的那个。小龙48，啊49是因为我觉得他很喜欢玩，但是呢，他每一样东西都会很认真的去做。我觉得哥选的是56。他的责任太大了，所以他很高。我觉得小龙老师画的可能是6号代表他自己，因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现在的他不会选择锦上添花，选择雪中送炭。这个6号的人物在我的理解里面是7号有难，他会选择去拉他一把，帮他一把。我选18吧，因为最开始其实我就想要把他选择画在18。我觉得8吧。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好像听上去都有道理。那小龙老师公布答案，看看哪位说对了。差一点就有一个人猜对了。哦，真的吗？所以都没对吗？差一点挨打就猜对了。48。对，他上来说48，第一张嘴说48啊，我说好神奇。因为人生过半，我特别希望我能够很稳稳当当的把这个家庭照顾好，然后安全的我多着陆，特别希望，所以我也是画一个小绿人儿，平平安安的。我觉得他就总是伸手想要去帮助别人，他就是这种很温暖的存在，就背负了很多，但他依然面带笑容。他本人呢有一半是冷静的，但是我给他的手画了红红的红色，炙热的。就他多想抬所有的人啊，他使劲在抬，你看他好努力的抬所有的人。红油抄手吗？你这个解读真的是，你俩这2条腿可真的是。小龙老师投射的自己是一个降落伞的这个人，然后呢，你看大家对他的评价都是出手相助。非常的热心，肯帮别人，所以能看得出来，就大家的期待和看到的他的形象，跟他自己认同的或我期待成为的人是有反差的。大家能看出56是谁吗？我觉得九郎，真的说我好准确。九郎，56是我吗，哥？举着小旗儿吗？我画的也挺像，他穿了一身深色的衣服，你看那头。然后他举个小红旗，我就觉得他会有一个目标，这目标可能是说就是往上走的。这个8，我，对的，真的是一下是欣然，他很合群儿，他很自我，我觉得这样是我们想做的人。49是兰溪，啊，打枪的是我啊。对，49是兰溪，我就觉得他是一个。一路过关斩将，所有的事情他都能够战胜的人。这个其实我跟思思特别逗，他觉得是我，我觉得是他。就是我们俩有很像的一部分，
就那个热情过度的去帮助别人，伸出手不管人喜不喜欢，他是一定要帮助别人，他也改不了的这个问题和毛病。这是毛病吗？是毛病，是毛病。倩倩看，因为我这2天我们聊的很多，我们也知道倩倩她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要2胎是绝不动摇，谁说谁劝都没有用的。我一直在找哪个代表她的人生目标，她旁边还有2个人，我就觉得倩倩她是希望会更圆满吧。比心。大家来猜一下，哪位代表是 Ada？ 我48，我猜49。48玩的好高兴。我猜9，9是你，我是个9，9是不是9？是不是9？我一看我就觉得他是我，因为我爱玩，然后呢，我也是一个很活力的人，我也觉得我自己开心的不开心的我都经历过了，所以我都很多颜色在身上。然后呢，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超人，所以我把那个红底裤给自己了。天哪！我越了解她，我越觉得她丰富，而且她热烈。我觉得她其实是有一颗少女心的。她是一个高高兴兴站在那里，很开心、很乐天的一个小姑娘。大家都知道我不想老吧？那你先一领吧。那这个不是你就是我啊，对不起，不是。那你呢？我是8啊，对不起，不是。我觉得我应该是那52吧。对不起，不是。好，就这样吧，他们都不知道。那请 Ada 公布答案。拿11呢，其实就是兰溪。11是兰溪，对，12是24。啊。蕾蕾她穿的绿衣服啊，你看见绿衣服里面都很多点点的，就是你很多对自己不了解哦。然后也是因为你现在穿的那个衣服哦，好吧，男女的，加上呢，我觉得他们2个都是很好的朋友，而且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朋友很重要，真的是。然后呢，要互相扶持。梦不离朝朝迷梦。要8了，9郎，8是9郎。我背对着是吗？对啊，你背对，而且他穿的是蓝色衣服，因为蓝呢是比较忧郁的。因为我总觉得很嗨的，很会开玩笑的人，已经在镜头上不停的这样子了，要搞笑什么的，他其实很想自己一个，所以这是我的感觉。好感动呀！然后就是为什么给9郎画出头发？因为我觉得本来我想点的，不知道为什么那支笔哦，它是不能点的，它是只能刷。他画的这是10月份的我，应该是。对了，就是这样。你呢？48，哇！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多丰富色彩的人，因为你很多事情你是想去感受的。冒险家。对，而且你有女儿，所以你是一个会很多，就是为了她，你会带上很多的色彩的人。哦，这个就是为了我女儿，现在就好多事，如果我自己，我觉得算了，为了女儿可以。对，你可以的。人生进入了这个第2阶段，为了女儿，我们猜哪个是9郎哈？48，9郎画的是6，是自己。你注意看，有细节啊，有细节啊。3，你居然写了汉字。首先说这状态，我觉得特别像我。就是喜欢在一个地儿待着，然后看着大伙玩儿，然后观察所有人的喜怒哀乐，然后可能再去人家身上的那喜怒哀乐反射到我身上，就是看看能不能帮助到自己一点儿，或者说是我的一些经历能不能帮助到别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姿势的话，你认为既是正向的，也是负向？对，也有拥抱，就是拥抱的一个起始嘛，就是我随时准备拥抱所有东西。无色就是我觉得，我希望我能透明一些，就是大家能想起我的时候，就是把我的功能性想起就好了。
然后没想起我的时候，就把我忘了，其实也都挺好的。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就是怕给人家添麻烦的人。我主要怕是膈应人。好悲观。对。九郎他说自己是无色，但是我们给他都是非常有颜色。然后我跟艾达刚才一说，因为他是画了个无色的，我俩会觉得你有无限可能，添任何颜色都行。我俩想的真的比你积极。我没有想到他小年龄他是悲观的，对，真的是。无色本来是你看不到我，但是他又给自己的这个加上了文字无色。他希望我们能被看到，并且展示给每个人。有很多人赋予它的颜色都是比较重的，黑色呀、深蓝。我没有直接反驳你说不，我跟你说的不一样哦，我是红的。他并没有这样讲，而是他无色来进行告诉你，你这说的不对。另外，无色它也是很容易被这个赋予颜色的，就是一个待定状态。我可以变成喜剧人，我可以变成忧郁的样子，我可以变成你喜欢的样子。从他的这个3个形容词就开始冲突，一直到他给自己的涂色也很冲突，又透明又希望被看到。那想问一下，九郎老师，你对就是你自己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你是觉得是比较满意吗？还是说我想改变它？就这样就可以了，行，也挺好吧。所以你看啊，无论大家怎么形容自己，如果接受度还比较好的话，其实状态还是可以的，能够自洽。我最后选择是8号，是九郎的一个颜色。其实本来我也觉得这个是我，其实我在这2个人里面给自己做过一个纠结，因为我们2个是最乐观的悲观者。对，是的，你们俩很多地方非常像。最悲观的乐观者也是。对，也是最悲观的乐观者。但是我觉得我在慢慢的让自己不那么内耗了，所以我希望你也可以慢慢的，但是我觉得不强求，因为这个东西是自己感受的。对，经历都是经历。我给你选的这个蓝色，并不因为是蓝色是忧郁啊，蓝色也是大海的颜色。对，海纳百川嘛。大海也是一切尽有可能吧。他好像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是那么安全的地带，那个心理的状态。但是呢，我非常渴望他得到关怀，所以我给了他一顶可以安全着落的蓝色的降落伞。Safe。然后呢，我希望九郎可以看到更广阔的天空，然后安全着落。好，轮到我了。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每一个人我都是没有扎堆在一起，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终有一天我们终要学会与自己相处。很多时候我们给予自己能量的只有自己。好正能量哦。哪一个是我？23。23。56。我猜56。这是3还是？那个蓝色的是3，蓝色的是3。哦，那我猜3。恭喜兰溪得分，其他全错。3。首先，我很喜欢3和4，3和4是我的幸运数字。还能这样？这不好猜。然后就是说，因为其实我的性格里面，冒险精神要差一些，所以我会选择他只是稳稳的站在这里，然后他也可以不被人看到，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我接受他只是站在这里，不参与很多也没关系。我选择蓝色是因为其实我一直不喜欢任何鲜艳的颜色，在过去，但是现在的我渴望我是一个像天空那么湛蓝色的那种对，所以是蓝色的。所以你用形容词是坦率、接纳、从容这3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是，我觉得现在是匹配的，就是我接受我是一个这样的我自己。以前的我不敢展现我的自我，现在的我蛮自我的。他们说改变要改变，来改变，
谁都不要改变，我也不改变。为什么？我现在就觉得说年纪大了，我只筛选不改变。郝欣然他描述自己其实很有代表性。其实他现在目前他描述的状态非常有可能不是他一下子就实现的状态，而是经过了很多的这种努力或者争取，或者内心很多冲突波澜，最后而达到的状态。亦或者是我现在依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状态，只是我期待我应该是这样子，我想成为这样的人。很像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看到有人会戴上了很多的人格面具。人格面具它其实是荣格的原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他真实的自己和他人格面具表现出来的如果冲突过于大的话，就把真实的自己给压抑下去了，会以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冲突和情绪问题产生。其实刚才欣然说的也让我会想到了一点，就是很多人他会有这种曾经因为原生家庭的问题啊，或者自己的早年的经历的问题，会有压抑的一部分的内心的东西，或者内心的情绪啊等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发生过度补偿。我们允许自己来做自己的这种状态，是一个特别跟自己和平共处的一种状态。就是你得先跟自己和解，然后有可能会过度补偿，后面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自如的状态。来，朋友们，来自己向我靠拢。谁是我呀？谁是我呀？谁是我呀？26，我就这么好猜吗？26号是一个在向上爬的小人。现在我自己的状况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少长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41岁高龄还要努力养家，也是很凄凉的。但是我觉得甘之如饴啊，确确实实，我觉得还是这句话，我觉得人在每一个阶段都要努力，没有毛病的。那我也找不到一个颜色去定位自己，去定义自己。那么正好今天有个咖啡色，我觉得很好，恰如其分。然后10是你哦，居然。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你说你不追求高度，但是你不代表没有目标。对，所以我觉得站在多高不重要，但是你有目标，而且是稳的，不是陡峭的，不是冒险的。然后用的是一个咖色大地色系，土地的那种颜色，对，土地的颜色是一个稳重的一个颜色。16号是小龙老师。他身上其实肩负着很多，包括家庭的重担，但是他依然是开开心心的，甘之如饴的。那这是笑的哈。但是同时，身边也有像18号，也有人在帮着他一起负担，就是他并不是孤单的。然后，之所以用到黑色这个颜色，是因为黑色其实也是包容的，也是深邃的，同时也是所有的颜色集合在一起的。这是我眼里的你。那个6、7是我画的思姐跟龙哥。还真像，对。然后第一，我想的是2个人每天都在争吵，然后每天都跟龙哥俩，你，哎呀，他太聒噪了什么的。对，他们好搞笑他们。但是2个人互相的这种，我也是我觉得如同呼吸一样的。互为6、7。对，这2个人，这2个人就是日常的一种关心。其实2个人在互相的吐槽跟互相的所谓指责当中，2个人是互相关心的。然后2个人互相指责，又是你过来让我骂你这个，你过来，哎，我就很开心。然后6就是那个4姐就会，我才不过去呢，反正就是那意思，就有点这种感觉。思思的解释是这样的，他说这个虽然小龙老师肩膀承受的很多的重担，但是他依然甘之如饴。说黑色代表的是包容，黑色其实对于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面都会有一点危险性，就是什么也看不到，
这个人我看不清楚。那从思思跟前面几站跟小龙老师这个互动当中，也能看出来他们俩其实是有几段是互撕互掐的。是你是听不了人家打呼噜，还是怕你打呼噜影响人家？我直接刚要说，但是就你从回音机就抢过来了呀。你说的都对，因为你美。那倒是实话。哎呀，你俩干啥呀？哎，你鞋买大了。你俩一对大的得了，真的是。思思解释呢，可能又跟着我们看到的又不太一样，所以就证明大家的关系其实慢慢的熟起来，但是还没有那么熟。也就是说，我不能直接把我的感受直接来告诉你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来吧，兰溪姐姐。我这还有什么可猜的余地吗？啊？我觉得是1号，我觉得是20。那个绿色的32是他。32。谁说32？我说32，绿色是你。你看，我猜对你了，你猜对我了。对，哎呦，我为什么选你？是因为你喜欢绿色，我知道。对，这个形象让我看到了欢脱2个字。对，就是纯粹是欢脱。对，就是在欢脱的年纪选择了封闭自己啊，没有找到一条可以正常去释放的道路。我帮你给大家那么可能在现在相对看起来应该稳重的年纪，我反而觉得我走上了一条自己欢脱很开心的道路。你不适合跟我们一块玩，你还是太好玩了吧。哎，这是一种什么景象？这是。丹东快乐健身球，幸福安康不发愁。啊，一定要对外发声，拒绝内耗。兰溪姐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玩那个网球的时候。健身球那叫这就是健身球。然后我觉得她就是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头玩得非常开心。发疯文学，玩得高兴着呢，放飞自我。然后更可怕的是，来，请看，20、10和16这3个人，思思跟我选的是一模一样的。啊，真的啊！你看看，你看看，我们俩完全没有看对方，这个就是欣然嘛。因为蓝色相对代表这个冷静和理性一点，我会觉得他平时好像是淡淡的，都可以，但是关键问题上绝不妥协啊，是，对，就是自我的输出是一定是独树一帜的，而且这个是要坚持到底的。所以这个选择他绝不妥协，绝不妥协。然后这个反正就是我心目中的思思吧。大红色，哇，好多人都用大红色形容思思。你快把你们烧死了是吗？哎，你快闭嘴！就浓情又热烈，这是浓情热烈吗？这个，我是带刺的玫瑰。他会不管这个人是谁啊，只要他看见了，他一定会过来扶一下。对，这个酒廊吗？对，其实我也是最后一个画的酒廊。酒廊那么难看吗？因为我把艾大姐画在上面，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很像酒廊第1期刚来的状态，就是艾大姐的特质可能很快的让酒廊会放下一些那些紧张的感觉，所以他会更多的会靠近在艾大姐的旁边，所以我会认为这个是我印象当中第1期的酒廊。好精彩！来吧，最精彩的来了。我猜15是他自己，我觉得56，我觉得是10，我觉得是9。对，我哥最了解我啊，真的。其实我是涂了颜色的，它是白色。哎，跟我选的你颜色一样，你看。是的。为什么红唇烈焰？红唇高兴哦，但是那个笔太粗了，就画的有点大。其实我是笑，把自己画成了小丑。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时候是我特别自在的时候，而且那个风呢是我最爱的粉色的风，就是一切都是在我最爱的氛围里，而且我给我画了粉色的脚，就是你们让我连脚下就是我所有走的路都是我最爱的。脚底生风，我特别感恩你们每一个人，你们真的让我做了我自己。
52是你，你给我感觉是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好像是那个比较放空的那种，但是呢，你又有自己的理想的，所以你做得很高，你愿意去冒险。39号是倩倩，看电视。哇，这太像了，这么可爱，我看见。不管旁人是用什么样的表情看待他，但是他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就是沉浸在内心里。选择这个白色也是一个无色，或者说也是一个透明色，就是说它是干净的，是透明的，是无色的，是不被定义的，你可以自己定义你自己。3号是倩倩。我也觉得是我。对，就是黄色嘛，会让人觉得很明媚阳光。就是那句谁也不能定义你，你有你自己的定义。我马上别哭。然后56是倩倩。在这儿拿旗子。黄色的，黄色也是我非常喜欢颜色。就倩倩是一个，其实你说她迷糊吧，都好像又清晰。就是她好多时候她都是可以拿着旗子去摇旗呐喊的。然后也精力非常充沛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其实我非常羡慕这样的人，他是可以喊出自己内心的声音的。你知道吗？我心里永远放不下的事儿就是我没能参加你的婚礼。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旗子是给他的，他又来了，哎呀！孙倩是让我觉得跟《甄嬛传》里面最不一样的一位老师了，但是我没有想到她在节目当中，她真实的自己原来是那么的洒脱哈，然后也比较自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我想做什么，我就要完全去实现它。其实很多人就打个招呼 say hi 就可以了，就隔着很远的距离也可以来完成这种链接。但是孙倩她来完成链接的方式，就要跟你有非常近距离的这样的告知接触，让你知道，哎，我们两个是存在连接的。我画的下一个人呢，就是我在全部的里面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找一个类似他但绝对不是他的人，就是陶欣然啊。别人都有表情，只有陶欣然这个没有脸，没有脸，就把后背给别人。不是，就是他愿意埋头努力。哎呦我的妈！他很愿意拼的，所以他在攀爬，我就找了所有攀爬的人里面，这个最像他，往上走。对，然后呢，为什么只有他是一半蓝一半红呢？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他的性格底色里有一半非常冷静理智的，但是有一半呢又非常的拼、火热、不甘、奋斗。他根本就是一个男人。对，没有倩倩，这个是你认识的6年前的我，这个现在不是现在的我，有可能，有可能。啊，所以10是九郎，九郎最后一个。我告诉你，九郎，我很纠结他哦，我找不到九郎，真的全部就我在背面了，我在背面。他无色，他看不见。如果一定要找一个九郎，我觉得是这个。而且你也没有画他颜色。对，但是我给他画了红色的嘴和笑容，他其实是想把快乐、关照和那个所有的一切都拥抱给大家，所以他是正面的拥抱。但是他只把忧郁的东西留给自己，所以他站在了一个就是在我看来最不安全的一个小板板上。然后我画了淡淡的蓝色，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忧郁没有那么浓，但是真的还是有淡淡的，所以我给他画了一个小板板。哇哦，全部，谢谢姐，行吗？对，太棒了，太棒了，太感动了。其实这一次真的是挺好的。很有意思。在这一趴的整个环节当中呢，是非常好的来认识自己和认识别人，以及认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小龙老师的他的不劳不去的一个结果啊，也蛮有意思的。他大面积的其实都是小绿人，小龙老师把自己画成了绿色。那跟他一样拥有绿色的人分别是谁呢？包括8号陶欣然、49号兰溪，还有18号的孙倩。
他把这3位都画成了绿色。我们认为把其他的成员画成跟自己同样的颜色，代表的是我们是同类人，或者是我们会更近一些。Ada 画的跟杨九郎的是位置关系是最近的，但是他们的色彩又是完全不同的。然后呢，他给自己赋予的色彩又跟降落伞的陶欣然的这个小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会认为，可能在 Ada 的这个视角里面，从距离讲，杨九郎和陶欣然和 Ada 可能会更熟一些。从杨九郎的这幅图里面，要看谁跟他的颜色更相似。那这样看起来的话，那一定就是7号，他赋予的张小龙老师的这个白色跟他是最靠近的，很像。还有一个呢，就是降落伞小人用咖啡色来标记的 Ada 的这种形象，跟他也会更近。所以从他的内心来讲，是跟张小龙和 Ada，蔡少芬会他认为是更靠近一些的。孙茜的这一幅最有意思的是，他把杨九郎所有的人当中，只有杨九郎自己是把自己涂成是无色的，但是在孙茜的这幅作品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看起来只有他一个是懂得了杨九郎的他的内心啊，所以我也能看出来。然后他去观察到每个人，其实真的是并不像他看起来这种大大咧咧的状态，其实是非常非常细腻的，而且洞察力非常强的这种。兰溪是跟往期节目展示出来的还是蛮像的，就是他喜欢站在关系里，但是他又跳脱出来，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在整个 Blob Tree 里面，其实是2张拼起来的，他是完全是自己在另外一张这个画面里面，而其他的6位成员是完全在左侧的这个画面里面的，所以他既享受在关系当中，其实又有点独立于外，就这种感觉。陶欣然的这幅图的话呢，从色彩方面会有很多碰撞哈，它赋予杨九郎身上的颜色是暖色系，是橙黄色。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你看他在前面一趴会直接说了，你看他身上的一些特点，我是能看得到的有可能他自己身上也有杨九郎身上的某些特点。那这个时候他给他画的伞，其实有没有发现就是蓝色的，跟自己他赋予自己的颜色是一样的。所以从 Blob Tree 的色彩投射里面，我们一定会把跟自己有相似特点的人标记成跟自己有相似的颜色。我们看思思整体的这幅图，那我们来看这个整个的这个团员当中，他把谁放在了他所期待的树的最高处？一个是 Ada，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好朋友兰溪。也就是说，你即便跟他玩得很好的人，不是跟他一样的人，而是我向往成为的人。所以我就觉得，思思的内心其实还是蛮辛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有一个比我优秀的朋友，或者他认为我的朋友比我优秀，是我要成为像你那样的人，我要永远去努力去靠近你。通过咖啡画室的这一次的心理团体活动，会让焕新团的每一位成员都会更好的去认识自己，也会让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更近了一步我更了解了彼此。我相信对于他们无论是今天还是日后的生活，其实都会有很多裨益。恭喜大家完成了一次心灵之旅。那接下来呢，想请大家每个人说一下，经过这次绘画，你的感受是什么？其实我感受最多的，就是所有人画的我，都是一样的我。就说你很统一啊。但实际上，我是纠结的，这几年我还是纠结的。我是因为到了一定年龄，就稍微的做一些减法。但是改变不了自己的性格，有的时候也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我挺感恩大家印象当中的那种我，或者认为的我。我想改变，我这2年特别想改变自己。我当看到朋友圈中他们发现说有一件事情去求救的时候，我说这个人我想想是谁啊？是谁？我记不起来了。我说别多管闲事，你已经就有点承受不起了。翻过去之后过一会儿想一想，哎呀，我难受的时候别人也会帮助我，他们肯定要发朋友圈，肯定是得有很重要的事情，实在找不着人，我就给他发私信。就是因为我太多人帮助过我，从小镇走出来到今天，肯定有很多的帮助过你的贵人，我也希望我成为别人的贵人。那我就不改了吧，就是这样吧，我觉得挺好的只筛选不改变。就是因为也改不了，我觉得就是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想跟大家来插一小段啊，就是我们整个人格当中，包括气质类型和性格，其中性格是可改变的，也就是小龙老师刚才讲的这部分，其实是有机会去改变的。但是呢，我们不能改到什么样子，就是完全反拧180度的转变，那样是不行。比如说我是内向性格，我要转成像 Ada 一样外向的性格，那绝对是不可以的。那达不成还会消耗很多，所以是可以微调，但是不能反拧。这个我相信。我经常会说到最后也有一部分微调了，有一部分自洽了。对，我觉得大家都觉得我现在的我是粉红的，很乐观的，很开心的。我觉得就是很感恩，因为我以前很不理解自己，觉得自己有性格，但是好像也没有性格的那种。我那时候也是很自卑的，真的，我就很没有安全感，并不是他们说的要站在高高上，我很安全，也可以带给人。以前不是这样子，我很感恩，就是我的经历，像你刚才说的，有经历过，然后去到现在的我了。每一次我会真的去现在很多人说的就是翻盘、复盘，对，我天天复盘自己。我今天有什么，我要好好记住，我要好好去感恩。有些东西我已经做错了，我要怎么去下一次不要再发脾气了，不要用这个态度去跟人家说了。所以我永远希望像你们说的那种快乐的小人，快乐的小女孩，丰富的、快乐的、幸福的。对，是的，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认为，那他为什么这么快乐？一定是他的这个现在的处境会比我要好，所以他比我要快乐。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也许他也经历过很多的痛苦、挫折，或者更大的一些什么样的经历。这也是我们在心理学有一种游戏啊，叫英雄之旅。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不是那些困难摆在面前，他一直都过不去，而是当你成长起来以后，那所有的原来的打败你的困难，到现在了你强大了，那都不是问题。我大概是这5年的时间，我才开始真正学会自信和自洽学会与自己相处。其实倩倩画的这个攀爬的我，降落伞的我，以及各种都是曾经的我，但是现在我全然接纳我只是站在陆地上的我，所以我接纳我现在这样，因为我一直是一个活得很有分寸、很有规矩的人，然后也不能够容许自己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次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大家好像看到了另外一面的我，比如像我说是一个圆的话可能在过往别人只看到了这一部分的我，但是其实我也有天真的、幼稚的、可笑的、癫的一面的我。我觉得逐渐的越来越放肆的我自己，大家才有可能看到这一面的我，我觉得挺好的。我甚至接纳现在可能有人对我的误会，我甚至觉得说误会就是误会，也不需要解释。我是这样的，你信我就信我，你不相信也就不相信。但是我曾经有点纠结，我想，我不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我清高呢？所以就是我已经度过了，对，就是我是开心的。对，在《甄嬛传》里面，其实好多的心理老师会去拆解里面的对话的一个技巧，就是如果别人来质疑你说你为什么那么清高呢？你怎么样？然后如果你一下子来回应他，我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啊？这个时候你就败了，因为你会陷入到他那个逻辑里面。自证，永远不要自证。是的，对，自证的逻辑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说一个人真正强大起来以后，你不用去自证你自己，而是其实要换一条赛道。是，然后有一句简短的话，我想说给我自己，我也想说给我所有的伙伴，就是外界的声音只是参考，如果外界的声音让你不高兴，就不必参考。也可以骂2句，然后就不参考。骂2句是狠的嘞。就是想起2首歌来，那个叫《那些都不是我》，唱歌的人叫大张伟。反内耗鼻祖。最后一句歌词写的就是那些都不是我，那些都是我。然后呢，呼吁大家吧，自洽万岁。来。首先我今天就是还是蛮意外的，大家对我的评价如此之一致。说明我所有的一切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
那我觉得不管是过于炽烈、过于热烈，或者过于浓烈的也好，起码我做到的大家感受到了。那么度这个东西嘛是可以调整的，首先我给了，对吧？对。那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我对于我自己是满意的。第二点上来说呢，你想要的和你能不能做到的不匹配，才会产生内耗。这件事情在上一站的时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困扰，但是我非常庆幸，我在这一站虽然还没有办法去解决，但是我找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出口。也许本来这幅图画我需要用上1个小时、2个小时才能找到，但是在这一站里面，我虽然不是第1名、第2名，但是我也不是最后1名，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个非常大的进步。所以说，我对我自己相当的满意。好，不 emo 了，真不 emo 啦。所以呢，我们其实看到就是不需要来比较，说我跟其他人来比，我只要比我过去要更好一点，其实就好了。这样的话，你就会进步得特别快。对。其实我想啊，在这整张图上，如果是以前的话，我应该会选择27作为自己。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观望的一个状态。很多时候有一些场景我是在，我是很想参与的，但是我面前没有那条路，我也迈不出那条腿，所以我只能选择在原地观望。但是我内心其实沸腾的，就是那个度已经很高了，但是我外表看起来仍然平静如水。但是我很高兴啊，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一直认为，哦，是我住的这个地方，我总会给自己找原因，这不好那不好，总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需要搬家。我觉得搬到那个地方我可能会好一些，当然我搬到那个地方可能我会好一小阵儿，但是我突然发现我又要延续那种不好的一系列了，总给自己找理由。对，然后我就会自己晚上躺在床上，我在想，我说其实我很知道这些都是假象，都是自己骗自己，所以说我今年4月份我又搬了一次家。但是我就跟自己说，在这次搬家之前，我不再寄期望于一个新的环境，因为我已经意识到，在任何地方能和自己相处得好，这就够了。对对对，跟自己相处得好，就是说内心如果足够平静，外界就可以做到大部分的鸦雀无声。现在温柔了，包容了，啊，格局也大了，眼界也宽了。我真快乐，就还是那句话，觉得自己很多时候快乐的像个傻瓜，但是我太想一直做这个傻瓜，就傻下去了。傻。好，来，我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我感受到了满满的爱，太幸福了啊！就连咖啡。这是梅庄特意给我做的咖啡，里面有我特别喜欢的桂花和我最爱的荔枝，所以他特别懂我。然后这杯咖啡我一看就知道是思思给我做的，因为今天早上我想带2个这个香料回家，我万不知道我们开了这么远的路，他一直偷偷的把这个香料装着，然后呢给我做一杯咖啡，把它放在里面。所以我就觉得我今天晚上不睡觉，这2杯咖啡我都要喝进去。哎呀，我喝的是满满的爱，你知道吧？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和所有的快乐说嗨嗨。哎，我亲一下每一个人行不行？哦，从酒廊开始。我爱你！来，我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哎呦，天哪！来。我爱你，踩到了啊！妈呀！我在亲他那个热乎乎的红色的心脏，用你那个热乎乎的红色嘴唇是吗？我亲了他无数次，我太爱他了。哥，我爱你。我这边。哎，我代表所有人给你爱。哎呀！你自己的爱，谢谢。好，孙茜就是给我的感觉，我相信很多那个观众也会跟我一样，就是角色跟你本人，让我看到很多的反差。你分裂了。我在节目当中看到的几西姑姑是应该是那种非常大的心脏，然后非常的沉稳，她的心理年龄要比实际年龄要大很多的人。 It's me 。
但是今天我在现场看到了您，我觉得就是小姑娘的一个状态，对小女孩内心有特别火热的东西，其实蛮赤诚的。我觉得这份赤诚其实蛮珍贵的，因为他们足够爱我，我才可以是我真实的我自己。说的特别对，真的。我听完大家各自的分享以后，我觉得我也很有收获。其实人的成长就是一个不断跟自己去重新磨合、重新相处更融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身边朋友他们眼中的你又是什么样的？可能你在他们的嘴里会听到很多的惊喜和意外，然后也会发现有一些小小的不足。但我觉得这都是生活中可以被允许看见的真实的、可爱的小瑕疵。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在心理老师的这个帮助之下，每个人都在打开心扉，大家的心呢就特别深的连接在了一起，而且彼此之间非常非常的懂。我们大家都已经是一个像家人一样的一个氛围了。特别希望今天我们在这一趴这个环节里面，大家能够看到自己，也能更多看到别人。谢谢老师，谢谢。欢迎来到塞上江南宁夏。哎，你看，哇，这也是一只鸟的形状，是不是？什么？那是大风筝。这个怎么可以不去啊？太爽了！这个不能不去。不要犹豫，不要犹豫，不要犹豫，抢占先机，先抢占先机。爸爸，我找到了。找到了吗？爸爸，这个是你的羊。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哇塞，陈思思女中豪杰，一定要顺风捡啊！哇，好大我的粪呐！这里好多王金啊！我现在除了虫子之外，我也怕屎，我还有点晕，晕屎。微信搜索同程旅行小程序，订酒店、机票、火车票、买门票，千算万算都划算。7月17日第2周起，每周3、周4中午12点正片更新，会员抢先1周看。周5中午12点，会员专享策划衍生，正主聊不停。周6中午12点，会员专享加更版，看更多正片未播的精彩内容。周中花絮、预告定期掉落，还有会员礼包换新小站，包含超多独家内容。快来和娘娘团一起开启换新之旅吧！非常突然的就开始了。皇后和华妃谁是好领导？我觉得华妃是好领导。哎，你这个华妃人不是啊，华妃蠢啊！皇后永远在推卸责任，皇后是很清醒的。就完全不可以当领导，在我们这一行，有的就你看着他到那儿了，然后就开始就嘚瑟了。曹贵人做同事更可怕，还是安陵容呢？是华妃在后面逼迫他，你要帮我把这个人给处理掉。安陵容是很可怕的，安陵容的欲望根本不是往上爬，安陵容她本身就是被害妄想症，谁都对不起。每次我看我都给我气的，告诉你一个个，真是一个个。我第一次好像最早试妆的人就他和甄嬛3个人。对，就我们3个人。哎，我说这3个人怎么？大家好，我是奔赴万人现场的策划人梁龙，我是奔赴万人现场的策划人薛之谦，还有一位特邀的策划人，都知道是谁了，对不对？让我听听你们为谁而来。我们将带领一群音乐人，通过每一场真实的线下售票演出，一步步冲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万人演唱会。欢迎来到喜人奇妙夜。1周的工作做完了，老板的嘴被我堵住了。周末包饺子的馅儿我已经和好了。张静在哪儿？可以来约我了，因为周5我们下班了。我们就往这边走吧，妹妹们，还是姐妹重要。跟着心出发，奔向
上微博参与《换新环游传》话题讨论，和换新团一起聊旅行趣事，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节目旅行的每一站，换新官都将在微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快来一起换新环游吧！腾讯视频电视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畅享大屏极致视听体验。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 SVIP 优惠，首次关注还有机会抽 SVIP 年卡会员哦！关注腾讯视频 VIP 微信公众号，可参与抽会员哦！让智能创作如影随形，腾讯智影用 AI 超能力和娘娘团一起出发。的生长，伸手可拥抱。